Yuhua, in your wonderful, wonderful book of essays, China in 10 Words, one of the key words is revolution. Explain your argument that the revolution, the worst of the revolutio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re still driving the market revolution. You remind us of Mao Zedong's famous line that a revolution is not a dinner party. It's violent, it's propagandistic, people suffer in a revolution, and they have to. You say they're still suffering from government violence, in bulldozing even parts of the most successful cities. They're suffering from propaganda. Explain what you mean. 我的感觉是，好像中国人很喜欢革命，对，你只要这个，因为中国有国家的历史的话，应该有3000年了，应该有了，有差不多3000年左右。你看一下中国的那个历史，中国3000年的那个国家的历史，我们的官方说是我们有5000年的文明，但是有国家的还是3000年。3000年的历史基本上是可以比较简单的给它总结下来，就是建立一个朝代，然后推翻一个朝代，再建立一个朝代，再推翻一个朝代，就不断是这样的一种方式下来的。What is the continuity? What is the thread that connects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market revolution, the capitalist revolution that we see all around us in Shanghai today? Make those connections. 我觉得联系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中国人喜欢革命，他一方面是通过那种改朝换代的革命，另外一方面当然到了那个像那个清王朝的被推翻，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本身就是一场革命，一场带有暴力的一种革命。然后那个共产党又打败了国民党，建立了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又是另一场的革命。到了那个大跃进的时候，那就变成了一场在那个时代的带有一种夸张的甚至是虚构的一场经济革命。其实它是一种，其实再反过来，它仍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运动的，仍然是一种政治性的一种革命，它并不是一个经济革命，就是对于大跃进来说。How abou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那个文化大革命当然它是一场政治运动，它纯粹是一场那个政治运动，它也有暴力，但是它和那个推翻清王朝以及和那个共产党推翻那个国民党的那个政权的革命还是有点不一样，它是共产党的自己的一场革命。你发现就是从我们不要谈我们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就是不断的都是革命。到了那个1949年以后，就共产党的60多年的那个历史里边，仍然是不断的是革命，只不过是它革命的那个形式，那个不断的出现一些变化。到了那个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又是一场那个革命，当然这个革命是一个纯粹的一个经济的活动的一种革命，就是它的那种形式和大跃进非常相像，就是你可以在同样的时间里面，你可以发现中国的很多的城市的都像工地一样的，所有的楼，所有过去的房子都几乎在同时都被拆掉了，然后又几乎以同样的速度又建立起这样的一个高的大楼来了。这在其他国家很难想象，怎么会所有的城市同时在那个把旧楼给拆掉，同时在建新楼？这其实在骨子里面它仍然是一种革命的方式。所以我们在发展那个经济的，我们在经济发展的时候仍然是以革命的方式，所有的地方都在建高速公路，所有的地方都在建铁路。我说的是同一个时间，就同一个时间，所有地方都在建高楼，所有的时间都在建铁路，同一个时间，所有的地方都在建化工厂，然后到了现在，几乎很多地方都开始，就是包括我们的环境污染啊，或空气污染啊，诸如此类的问题全部出来以后，然后我们那个治理那个空气污染和那个治理环境污染的那种方式，也是带有一种革命性的。然后
比如说像空气污染，空气污染一旦那个开始以后，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以后，我们所采取的方式也是一种革命性的这样一种方式。汽车限行，根据汽车牌照的那个尾号来，今天是不是能够开，或者今天是不是不能够开，诸如此类的。然后给各个地方政府下达强制性的命令，必须要在明年那个空气污染治理到什么程度，到了那个多少年以后又应该怎么样的。这种方式都是有点，完全是一种全民运动，就是革命的一个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在中国的那个，无论是在中国的历史还是在中国的现实里边反映出来的一个最本质的意思，就是全民都动员起来的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一场革命运动。过去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所有人都出来那个造反，也是一场革命。当那个改革开放以后，所有人都想着挣钱了，所以挣钱也变成了一场革命。后来当那个与此同时，很多的人大家都开始腐败，所以腐败也变成了一场革命，所以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喜欢革命的一个国家。Yuhua, you write about 3 revolutions in your lifetime.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o industrialize, everybody turning in their pots and pans to make steel, remembered now as a disas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Red Guard Revolution, a sort of mind control experiment, that also was a disaster. But you make a link also with the current revolution, the money revolution, the bulldozer revolution, the skyscraper revolution. What is it in the revolution today that troubles you? 那个最让我感到不舒服的那个，现在来说已经是不是什么秘密了，因为所有的中国人都已经知道了，我们的环境被污染了，我们的空气也被污染了，然后我们的食物也是不健康的，那个就是所有今天所产生的问题，其实都是我们的经济因为以革命的方式发展的过快所带来的。You write that the new revolution, like the old ones, is a top-down, few people deciding, it's not democratic. Also, that it relies on violence at some level, or the threat of violence, bulldozers or bullets. And third, that it's driven by propaganda. You say that those big character poste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ave an equivalent today in advertising, in television bombardment. It's versions of the same thing. I wish you'd explain it in your words. Those 3 connections of top-down, anti-democratic, also violent, and also propagandistic. 中间也发生过一次自下往上的一个革命，就是天安门事件，对，一场很短就结束的一场革命。Where is that spirit today? Can we talk about that? Where is that spirit of student, people, bottom-up revolution? 完全不能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注意到那个，因为今年是那个天安门事件那个65周年，25周年，那个，我那个今年当然我没有去看一下，因为天安门事件这一个事情是在全中国，在网上是完全被那个屏蔽的，就是你根本就看不到天安门事件这样的，或者是64事件这样的一种说法。当然，曾经有一段时间，那个网民们发明了一个新的词汇，叫5月35号，就5月35，就是5月那个30号再加5天，然后呢刚好是64，所以叫5月35号。但是很快被那个官方发现了，所以就把5月35号也成为一个被禁止的一个词汇。但是很有意思，那个所有的，无论是所有的那个只要是网上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你都是被屏蔽掉的，你都是看不到的。但是每年当你在6月初的时候，只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到
对天安门事件的那种纪念性的一种报道，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只有一个地方，而且是用中文报道的，就是美国大使馆的网页。And what can you see? 很简单的一段报道，没有太多的字，就是表示多少年以前中国在这发生过一次民主的运动，最后以流血的方式结束，这样的一个报道，然后表示一种纪念，就是中国的民主运动这样的，很简单。而且我有一种预感，随着中国政府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以后，美国大使馆以后每年的报道会越来越短，越来越简单。对。当然也有可能是不会改变，就是有一个前提是那个希拉里成为美国的总统啊。对。And then what? 我想要是希拉里成为美国的总统的话，起码美国大使馆的关于六四纪念的文章不会少，不会为此而变得那个越来越简单。